根深方可叶茂，本固才能枝荣。工业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强劲的驱动力塑造着工业体系的优秀与卓越。厚植动力沃土，锻造产业基石。今天，我们深入工业体系的毛细血管，探究强悍动力背后的装备魅力，领略工业制造的智慧，感受制造强国征程上砥砺前行的脚步。澎湃之力，发于沃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风能生产国，平均每小时就有2座风机伫立起来。它的转动改变着中国的能源结构。陕西子长正在建设一个有500台风机的风场，每年可以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这里的风机高度都在130米左右，但是山路崎岖，谷深坡陡，必须有能够翻山越岭的吊装设备。主角就是这台蹒跚前行的起重机，它是专门为风机吊装研制的1600吨起重机，中国制造，长26.6米，自重200吨。它可以灵巧通过狭窄的山路，轻松爬上15度的山坡，而且它只需要50米见方的作业场地，就可以顺利完成风机的吊装。好，行师傅，向右转，向右转，慢点啊，慢点。有24年工作经验的邢永峰操控着这台起重机，伸缩油缸，推出6节臂架。这对能发出2000吨推力的变幅油缸支撑着臂架，完成高空的精准作业。正是这台起重机全身上下70多个油缸组成的液压系统，输送出强悍的吊装动力。5节塔筒顺利吊装，机舱精准安放到位。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小试牛刀，一场惊艳的空中芭蕾即将进行。在130米高空完成叶轮叶片整体对接，快速、平稳、精准是关键，这考验着液压油缸的微动性能。突然起风了，瞬时风速达到7级，这是风机吊装最头疼的事情。这是1600吨起重机诞生的地方。今天迎来了第30台出厂的日子。订单蜂拥而至，让工厂应接不暇。我干了一辈子这个工程机械，我看到这个起重机，我都感到非常自豪，也非常激动。现在用户拿到这个产品，大概年初的时候，出租1个月是100万，后来涨到200万，现在涨到300万，最近涨到400万。拿到这台车就是印钞机。排队。1600吨起重机的市场需求搭上了风电建设的顺风车，而中国做出的承诺是，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为12亿千瓦以上，达到现有装机容量的3倍。这又让风机吊装设备变得一机难求。即使拿着几千万元的现金来买，
也得等上1年。1600吨起重机如此抢手，离不开强大的液压系统。在加工液压油缸上，王家聪他们有自己的独门绝技。这台拉拔钢管长度18米、亚洲第一的冷拔机，和这些强度、韧度兼具的钢材，都是王家聪团队专门研制的。突破了过去膛孔加工方式，只能加工10米长度油缸的极限，而且可以节约材料30%。平顺稳定、控制精准的微动性，是衡量液压油缸性能的关键指标。而钢筒的圆度和直线度是加工的关键。长12米、厚27毫米的钢管被送入工位，拉力400吨，速度每分钟2米，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拔断钢管。而王家聪最自豪的是，经过4年积累，他们的冷拔工艺已经非常成熟。冷拔开始，这个过程就像拉空心面条，在几百吨力量的碾压下，钢管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筋道。同时，内部组织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强度提升了50%。加压、拉拔，一气呵成。冷拔完成。钢管厚度从27毫米均匀瘦身到24毫米，长度从12米拉拔到13.39米。370减0.3。内径百分表测试显示，这根内圆直径375毫米的大口径钢管，经过冷拔后，内孔直径偏差是0.3毫米。相当于成年男性一根头发丝的直径。这个点是370减0.6。这个决定液压油缸微动性能的关键指标已经世界领先。组装好的液压油缸被送进测试车间。一只盛满水的杯子将直观呈现油缸的运行状况。一枪吊的透支，一枪吊的透支，没有压力啊，形成压力0.5兆帕，油量每分钟80毫升，运动速度每秒2毫米。启动、运行、停止，杯子里的水轻微晃动，但并没有洒出来。经过这些极限数值的检测，验证了这根油缸具备世界一流的微动性能。性能卓越的油缸组成的强大液压系统，成就了1600吨起重机高空挑战的实力。陕北高原，雨停了，工人们迅速抢修山路，运送叶片。一场浓雾又不期而遇，工人们加紧组装叶片。每只叶片长68.6米，重15.3吨，加上叶轮的重量，总重超过90吨。展开直径141米，架设高度超过了130米。整体吊装比分别吊装叶片的方式节约了1半时间，但是风随时会来，吊装工作必须抓紧。每秒30米，今天挺好。邢永峰小心控制着起重机，他
它要在130多米高处完成叶片叶轮与机舱的对接，螺栓螺孔的间隙只有2-3毫米。这就像竹竿打藻，吊臂顶端的稳定性极难控制。但是，相比几米长的竹竿，起重机的吊臂要伸展到130多米高，而且还挂着90吨的重物。对装备和操作人员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撑臂架的液压油缸每伸缩1毫米，顶部位移就是100毫米。一旦遇到油缸抖动，风力突然加大，位移幅度可以达到500倍，危险和难度不言而喻。小刘的小刘，现在风速有点大，阵风有点大，小心点啊，注意安全。好的，好的。邢永峰密切关注着风的变化。2个小时后，叶轮叶片整体吊装顺利到位。得液压者得天下，这是机械行业的共识。液压技术的水平决定着机械的效率和能力。经过45年的努力，在成压力、轻量化、可靠性等技术指标上，中国制造的液压油缸已经达到世界一流。关键基础零部件的突破，夯实了制造世界级产品的实力。中国水电在西南，西南水电在四川。位于四川西部的雅龙江是我国第3大水电基地。梯级开发是中国几代水电人的梦想。二滩、锦屏等电站依次建成。雅龙江下游已经全部开发完毕，中游的开发正如火如荼，巨大的能量蓄势待发。这个正在建设的项目，就是把西部澎湃的电能输送到中东部地区的枢纽工程——盐源换流站。它是雅中到江西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起点。工人们正在安装的换流变压器是实现换流、升压、输送电力的关键装备。它强大的功能离不开一种独特的材料——曲项硅钢。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曲项硅钢生产基地。是把那个具体方案看一看。还有什么要求呢？具体要求。刘宝军，硅钢制造技术专家。世界最薄、等级最高的0.18毫米曲项硅钢正在这座智慧工厂里生产。早在20年前，中国建设三峡电站时，还没有能力生产1片高等级曲项硅钢。曲项硅钢曾经是制约中国电力发展的瓶颈。如果我们没有曲项硅钢，我们的电力行业就没法发展。如果我们没有好的曲项硅钢，我们电力行业就没法高质量的发展、大规模的发展。曲项硅钢制造流程复杂，有上千个关键工艺节点，被称为钢铁中的艺术品。它是电力传输中必须的尖端功能材料。经过数十年的积累，中国的曲项硅钢产量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42%，其中高磁感曲项硅钢更是超过了60%。与刘宝军一样，技术专家李国宝一辈子都在跟硅钢打交道。17年前，正是他带领团队研制出我国第一片低温高磁感曲项硅钢。
这座300米长的连续退火炉是钢材成为曲项硅钢必经的一步。炉内水汽的含量、温度的控制都极其严苛。它的要求非常高，这个要达到0.4度，在那个误差范围内，是进行精确的热场的控制。退火炉中的钢板内部聚集着无数微小的金属晶粒。其中一些的结晶方向与钢材轧制方向相同，完美契合导磁需求。工程师们给钢片植入一种特殊物质，抑制其他晶粒，而只允许这些神奇的晶粒按照同一方向继续生长。钢材在这里拥有了独特的基因，决定它具有定向导磁性能。同时，铁损、磁感、噪音等指标也将达到最佳标准。这个核心环节的控制技术，李国宝他们是全球最好的。环形炉被称为曲项硅钢的摇篮，这里就是曲项硅钢晶粒再次结晶的地方。从退火炉出来的又一批钢卷被送入环形炉。直径60米的环形炉共有120个炉台，分为4个温区，从50摄氏度到1250摄氏度。温度误差严格控制在正负2.5摄氏度之间。精准的温度控制使每一个钢卷、每一层钢板都能够均匀受热，从而保证曲项硅钢的晶粒完美生长。经过7天7夜，钢卷出炉了。最新一批0.18毫米曲项硅钢测试样品正在等待专家的检验。来了，这个是期待已久的这个结果呀。最好。去掉涂层的钢片，现出庐山真面目。布满花纹的钢板表面上，每一个不规则的图案就是一个金属晶粒，直径由0.02毫米成长到3至5厘米。一看这个都是非常的均匀的，外行人看来并不漂亮的硅钢片，在李国宝眼里却是宝贝，晶粒生长得非常完美。如果把更高规格的曲项硅钢使用到全国主要输变电工程的装备上，每年将节约900亿度电，接近三峡电站1年的发电量。今天，亚中项目换流变压器的铁芯碟片即将开始，使用的就是李国宝他们生产的曲项硅钢。大家早上好。非常好。今天生产的亚中项目产品是国家重点的工程，用高度的责任心，确保你叠的每一片、每一级都达到完美。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开工。这些身强体壮的工人师傅们，都是有着7、8年经验的老员工，然而他们干的工作却像绣花一样精细。正负800千伏换流变压器的铁芯，采用的是厚度0.27毫米的钢片，需要16名工人3班倒，每天24小时，持续4天，叠拼5000层才能完成。碟片看似简单，却要求极严。工人们要把20多种规格不同、大小不一的柔软钢片拼接起来，
相邻两片的间隙必须严格控制在1.5毫米，这是变压器磁力通畅、高性能传输的关键。这是一项极其耗费精力和体力的工作，每人每天要翻动2吨钢片。但是挑战还远不止这些。叠拼开始，每一级的宽度都要比上一级加大，到达中间最宽时，正好是1384毫米。随后，每一级的宽度又开始渐次缩小，最终，工人们要把5000层钢片叠成一个边缘是锯齿状的阶梯圆。每一级的厚薄、宽窄都不相同，工人们要精准地控制变化的尺寸，而且每一级顶端的尖角必须在圆周线上，误差仅为正负1毫米，难度可想而知。一旦偏差过大，会直接影响后面层级的叠拼，最终降低变压器的性能，甚至报废。需要保持着铁芯面的水平面，要超过1毫米的话，需要用打平垫块来把它敲平。班长宋涛要随时检查，他用手中的垫块像调整秤的准星一样校正钢片侧面，不放过任何微小的偏差。只有这样，才能确保5000层34级的圆柱体完美成型。少1分则太少，多1分则太多。终于，16名工人用被称为艺术品的曲项硅钢完成了一件新的工业艺术品。因为都是我们工人一片一片用手用眼一片一片叠出来的，虽然一个这付出了很多汗水吧，终于把这个铁芯叠完了。现在看完以后也是铁芯一瞅，一看完以后就立正的，瞅着心情也挺有舒畅的。经过45项严格检测，亚中项目第1台正负800千伏换流变压器正式出厂。历经20多年的不断积累，中国的曲项硅钢技术已经全球第一，覆盖研发、设计、生产等各个环节，解决了曾经制约中国电力传输的一个巨大瓶颈。2017年5月5日 ，C919国产大飞机成功首飞。参加那个 C919的那个首飞仪式，确实心里面还是蛮自豪的，确实蛮自豪的。尤其是看到 C919降落的时候，起落架降落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蹒跚学步，这里缓缓的过来，那一瞬间感觉到还是心情非常激动，那一刻才感觉自己做的东西还是有意义的。别人关心的是大飞机的顺利腾空，而罗恒军在意的是它能否平安落地。罗恒军，锻造技术专家，他带领团队完成了 C919大飞机主起落架外筒的锻造加工。帮助他完成这一重任的，就是眼前这个钢铁巨无霸。这是世界上压制力最大的8万吨磨锻机，地上27米，地下15米，有15层楼高。8万吨相当于每平方厘米承受8吨的压力。磨锻机锻造就像压月饼，初步加工的坯料在模具内一压成型。同时，材料的强度、韧度和塑性也会大大提高。
8万吨的巨大力量，就来自他脚下的泵房。60台油泵驱使着300吨液压油在10公里长的管路里流动，推动5个直径1.8米的巨大液压油缸进行压制。罗恒军历时7年完成了 C919主起落架外筒锻造。随着大飞机首飞成功，8万吨名扬世界。很快，迎来了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国际上一款超远程宽体民用客机的主起落架外筒锻造。这是目前全世界所有航空器上最大的单体部件之一。这款大型客机的主起落架将承受落地时上百吨的冲击力，对强度、韧度和疲劳度的要求极高。在部件最终成型时，一次锻造是最理想的加工方式，而目前国外的磨锻压机往往由于力量不够，还需要经过反复加热、锻压2到3轮才能完成。第一次磨锻以后，坯料已经初步成型，但是能否成为合格的起落架部件，还需要最终一锻。这是考验8万吨实力和罗恒军团队的时刻。模具已经制造完成，线条流畅，腔体饱满。但是罗恒军无暇欣赏，他面临着一个巨大考验：如何让金属像液体一样温顺，使坯料充满模具。这是磨锻加工的关键，一旦操作失误，将前功尽弃。损失的不只是金钱，更是国际声誉。虽然有着10年锻压经验，但是面对世界航空锻造史上的极限挑战，罗恒军依然非常谨慎。经过近100次调整，确定最终方案。主起落架外筒的最终锻压即将开始，成功与否将一锻定型。这是一场荣誉之战。对，因为干的产品基本上流精美，一个产品操控设备的是8万吨第1操作手叶林伟。就是油温那些都是正常的嘛，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他亲历了8万吨的安装调试，最了解这个巨无霸的脾气，这让罗恒军踏实很多。模具被加热到400摄氏度，炉内的坯料已经达到1200摄氏度。所有这些技术参数都是团队多次测算试验得出的。他们要让流传1000年的技艺趁热打铁，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与高度。从电炉口到锻压工位距离35米。坯料出炉后的表面温度每1秒钟下降3摄氏度，60秒，这是留给加料车司机的时间。锻件入位，叶林伟按下按键，携带模具的横梁以每秒15毫米的速度向下移动。模具从接触坯料表面到压制完成，时间是3秒，不多不少。只有这样，锻件的成型和内部的组织结构才能达到最佳。下面觉得可以了吗？可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应该。啊。这是叶林伟最紧张的时刻。液压传动系统的反应不像机械传动装置那样灵敏，叶林伟必须考虑到设备的运动惯性，提前做出预判动作，而这个时间差无法精准计算，只能来自成百上千次的积累。3秒钟，锻压结束。这3秒钟凝聚了罗恒军团队半年的心血和多年的技术积累。我就担心那个高保的填充，
如果那个高部没填充的话，它这个弧度上不去，它这个那一块会缺掉，会缺肉。但这次干的还是蛮好的，结果比我想象的那么好。完美成功，全世界飞行器上最大的单体部件之一，一次锻压成型，这是中国实力的印证。今天，8万吨模锻机已经能够制造航空、航天、海洋、核电、高铁等诸多领域的大型锻件。我国1万吨以上的模锻压机已经超过10台，一个更加合理的动力体系正在中国版图上形成，为中国制造锻造更加强劲的未来。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我国第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在航空零部件制造领域的示范应用基地。9条智能产线上的56台机床全部来自国内企业，代表了中国高档数控机床的最高制造水准。今天，工人们要加工一个发动机的涡轮盘。涡轮盘在高速旋转时，要吸入尽可能多的空气，并且保证均匀流畅。因而，对涡轮盘加工的整体对称性、叶片表面粗糙度、弯扭角度等要求极高。10个叶片表面都是 S 型弯扭的双曲面。这是数控加工中最难的一种。加工开始，叶片的双曲面形状复杂，任意2点之间都是一条曲线。刀具的加工动作由3个直线轴和2个旋转轴精密配合完成。每行走1厘米，刀刃要接触零件表面240多次，最终切削出光滑的表面。完成这个高难度动作的是隐藏在机床床身中的4伏电机。所谓4伏，就是要实时调整、及时响应，以精准对应电机负载的实时力能。电机每转1圈发出的测量信息数超过3000万次，这是4伏电机精准控制方向、位置、速度、电流的核心所在。今天，高档数控机床加工精度越来越高，这就要求4伏电机体积更小、功率更大，因而必须在功率密度这个重要指标上做足文章。这个工厂生产线上的200多台4伏电机，功率密度已经世界领先。它们全部来自中国的一家企业。这里就是制造4伏电机的地方。总工程师董明海从事4伏电机制造30年，他练就了一项独门绝技，把4伏电机的3种核心材料稀土永磁体、铁锌硅钢和线圈铜线，在小小的道场里玩转乾坤。把这3味药给它搭配到最好用最少的量这个最好的方法，让它3者这个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董明海像配伍中药材一样，把这3种核心材料的功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到极致。这是它的第1种原料——稀土永磁体。电机加入稀土永磁体越多，磁动力就越强。但是空间有限，
董明海采用了独特的嵌入式安装，增加了50%的磁体面积。活还是比较多的，啊。现在这个就是说每次。董明海还另辟蹊径，设计了全新的线圈槽口，可以容纳更多的铜线。 同时，电机铁筋结构的一个小小改变，既降低了20%的磁能损耗，又提高了电机的精度。我中间的这个隔磁桥，还有这个磁体这个固定的这个隔磁，让我整个这个转子它的漏磁是最小的。现在测试完之后，应该说是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啊，这个我们还是很骄傲的。 在董明海的精心配伍下，小身材、大功率的新产品诞生了。他们生产的4伏电机功率密度达到每立方米3.906兆瓦，世界领先。沈阳装配上高功率密度电机的生产线已经整体运转，涡轮盘的加工还在继续。 我们用的不都是相对来说大一点吗？用一下小刀试一试。工艺师编写的180条加工程序，385万条程序代码，由4伏电机精准完成。经过15小时，一个精美的涡轮盘加工完成。 这个专门生产航空航天零部件的车间里，数控机床、数控系统和加工刀具已经全部国产，每年可以实现30多万件的加工能力。作为工业母机，数控机床是制造所有工业产品最重要的高端加工装备，它的加工精度、速度和可靠性，直接决定了我们能够制造什么和如何制造。 中国高铁已经成为闪耀世界的国家名片，而与高铁相媲美，一种更快速、更经济的交通工具正在成为全球新的竞争高地。这就是高速磁悬浮列车。2020年6月21日。 我国首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试跑成功。磁悬浮列车贴地飞行的秘密就在这个300米长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安装电磁铁模块，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力量。 让列车与轨道保持10毫米的间隙，悬在轨道上贴地飞行。这是不同于高铁技术的全新路径，完全由中国工程师设计。这样，看你们这边怎么样？啊！特制的异形玻璃，厚度21毫米，曲率半径达3万米。 安装要求非常细致，一旦出现偏差，增加的风阻将消耗列车的动力，这对运行时速600公里的磁悬浮列车来说，影响将是巨大的。好了，看点别磕上，来，晃，姐，晃。 工人们正在安装的是首列工程样车。未来，它将以每小时600公里的速度奔驰。历经5年，数次更改，
确定了今天的方案。丁三三是这个项目的技术总师，这些模型见证了他们的研发历程。那么到这个阶段，我全尺寸的空气动力学的仿真，然后要进行优化。这个600公里磁浮的外形设计的最终产品，它的各项空气动力学的性能，经过风洞实验、动模型实验都非常好。风洞试验为设计制造提供了一种捷径，汽车、火车、飞机。这些靠速度取胜的交通工具，它们的设计制造都需要通过风洞试验来完成。风洞是空天、基建、交通等领域的重要测试平台，它通过模拟现实中存在或者不存在的风，验证产品的气动、结构、材料等性能。风洞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空天基础技术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个厂房里正在建设的就是我国第一座大型连续式跨声速风洞，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长95米，宽23米，重6620吨的环形钢铁建筑是它的主体结构。今天，工人们正在安装压缩机叶片，正是叶片的旋转吹出了风洞测试需要的风。叶片安装的角度和精度是业内概不外传的核心机密。这种特殊材料制成的叶片长1米，重25公斤，重量是传统钢制叶片的1/8。在这个关键时刻，压缩机的设计者郑志国也来到现场。往这接上注意一些，慢点，把这螺栓的时候注意一些。压缩机被称为连续式风洞的心脏、动力之源。然而，这座风洞需要的压缩机，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能够生产，但是却拒绝卖给中国。即使仅仅提供设计方案，就开出了数千万美元的高价。无奈之下，憋了一口气的郑志国率领团队开始了自主研发的历程。近100名技术人员，历时7年，突破31项技术难关，成功研制出这台综合性能世界领先的空气压缩机。它可以吹出1.6马赫，相当于时速1960公里的风，接近波音787巡航速度的2倍。啊，浩然现在正在调试是吧？崔小春，空气动力学专家，这座风洞设计建造的总工程师，他是一位造风者，目标是要让这座风洞吹出人们需要的风。这个风洞有几十家单位、数百人技术团队共同参与，国家投资了10多亿元。10年磨一剑，终将见分晓。这是一个民用飞机标准模型，技术人员正在给它安装测压管线。不过，今天这个模型并不是来接受测试的，而是来检测这座风洞是否合格。半年前，这个标准模型已经在世界最先进的风洞里进行过测试。现在，它将在新建风洞里进行同样的测试。通过2组数据比对进行性能分析，并以此判定这座风洞是否可以开始真正的测试。万事俱备，只等吹风。动力系统启动。电机启动，更换洁净空气，
超级空气压缩机蓄势待发。标模实验准备开始，各专业是否就位？测控系统准备就位，机械专业准备就位，视频测量系统准备就位。好的，开始实验。这是一次亚声速测试，0.4马赫。0.6马赫，0.8马赫，到达预定速度。控制大厅里，崔小春的视线锁定各种数据曲线，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曲线走形出现异常，就意味着风洞系统不稳定，测试不成功。崔小春他们最关注的数据出来了，这是与欧洲试验的对比图，升力、阻力、测向力等6个最重要参数形成的曲线，直接反映了这座风洞的性能。那这几个数都在国际标线指标一流的是吧？对，真不错呀。这国际一流是吧？对。张学友有首歌，叫《让我和你去吹风》，就说是一种离不开的一种感受，是某种程度来说呀，我这20年的工作，我这些经历，是风吹出来的。数据完美重合，测试项目接踵而来。从600磁悬浮列车到 CR929国产宽体客机，从交通到空天等诸多领域的重器，都将在这里接受吹风考验。聚力工业体系，夯实动力基石，中国正在蓄积澎湃的动能，向制造强国迈进。